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既刺激又引人深思的话题。想象一下2025年12月24日平安夜，你正躺在沙发上享受着节日的宁静，刷着手机，突然间全球所有的电子设备，无论是在线的、离线的，甚至是古老的电子管收音机，在同一瞬间同步黑屏。这不是停电，因为灯还亮着，城市的霓虹依旧闪烁。紧接着你的手机屏幕上出现了一行诡异的文字，用的是符合当地语言习惯的“我们来了”。这并非科幻电影的桥段，如果外星文明真的入侵地球，这很可能就是第一个信号，以此彰显其对物理规则绝对掌控的示威。你可能会想，这怎么可能呢？但问题是，如果真的发生了，我们该怎么办？更令人不安的是，根据科学家的推算，一个文明要能进行常规的星际航行，它至少要达到卡尔达肖夫指数的2级文明水平，也就是能够完全利用其母星的能量。而我们人类目前连1级文明完全利用地球的能量都还没达到，大约只在 0.73 级的水平上徘徊。这意味着，如果外星文明能够跨越星际空间来到地球，那么他们的科技水平至少要比我们领先几百年，甚至几千年。这就像是手持激光炮的现代军队与手持长矛的古代军队的对决，完全不在同一个维度上。但今天我们要做一件疯狂的事情，假设这一天真的到来，以人类现有的科技水平，我们到底有没有一丝希望？全球会如何应对？而你，一个普通人，你的生活又会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相信我，看完这期内容，你会对人类文明、宇宙以及我们自身有一个全新的，或许是颠覆性的认识。我们现在就开始。首先我们要明白一点，外星舰队不会像变魔术一样瞬间移动到地球轨道，即使他们掌握了我们无法理解的超光速航行技术，比如扭曲时空的曲速引擎，在进入太阳系进行减速和调整姿态的过程中，也必然会留下蛛丝马迹。物理定律可以被利用，但很难被完全无痕地绕过。那么在他们正式到来之前，人类会通过哪些方式察觉到这些不速之客呢？首先，最先发出警报的可能会是我们的天眼，那些遍布全球24小时不间断扫描天空的数百座大型天文台。如果一个或一群巨大的物体正在高速接近太阳系，我们的望远镜会在它距离我们还有几个天文单位的时候就捕捉到它。一个天文单位是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大约 1.5 亿公里，光都需要走8分多钟，这在宇宙尺度上已经是近在咫尺的距离了。或许你还记得2017年那个震惊全球的星际访客奥陌陌，这个长度约400米的雪茄状物体，以极高的速度闯入太阳系，然后又潇洒离去。它的诡异之处在于，科学家监测到它在远离太阳时出现了一种无法用引力解释的非引力加速度。简单来说，就是有个神秘的力量在推动着它。当时主流观点认为，这可能是固态氮或是固态氢像彗星一样放气产生的推力，但这无法解释它为何没有观测到任何彗尾。哈佛大学天体物理学家阿维勒布则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假设，奥陌陌可能是一个外星文明制造的探测器，甚至是一艘依靠恒星光压驱动的光帆飞船的碎片。它的扁平形状正是为了最大化接收光压的面积。现在请想象一下，如果下一个奥陌陌被望远镜捕捉到，但它的轨迹不是擦肩而过，而是在经过木星轨道时出现了一个极其精准、违背经典轨道力学的锐角转向，随后开始稳定的持续减速，目标直指地球。那一刻，全世界天文学家的办公室里会是怎样死一般的寂静？甚至我们可能会观测到更诡异的现象，比如著名的塔比星。这颗恒星曾被观测到亮度出现不规律、非周期性的大幅下降，最大降幅超过 20%。 一度有人猜测，那是因为一个巨大的外星建筑群，例如戴森球，或更准确地说是戴森群正在环绕它，像建造中的巨型能量收集器一样遮挡了星光。如果我们的观测网络突然发现太阳系边缘某颗我们熟悉的恒星亮度开始以不自然的方式闪烁甚至消失，那可能意味着一个庞大的舰队正在利用这颗恒星进行引力弹弓加速，或是将其作为航行的灯塔后将其熄灭。其次，另一种警报可能来自电磁波里的心跳。如果说光学望远镜是我们的眼睛，那么射电望远镜，比如中国的 FAST， 就是我们的耳朵。他们的工作是监听宇宙中传来的各种电磁波信号。外星舰队在航行中，其推进系统、通讯系统和能量护盾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电磁辐射。
这些信号在专业的频谱分析图上会呈现出与脉冲星、类星体等自然天体截然不同的特征。它们可能会有规律的脉冲、复杂的调制，甚至是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加密结构。这让我们想起了1977年那个著名的哇哦信号。当时，一台射电望远镜接收到了一个长达72秒的强烈窄带无线电信号，其频率非常接近理论上用于星际通讯的清线频率，它的强度超过宇宙背景噪音30倍，特征非常符合人们对于外星智慧信号的猜想。当值的天文学家杰瑞·艾曼激动地在打印纸上写下了哇。可惜的是，这个信号再也没有出现过。但如果这一次我们接收到的是一个持续不断、强度随距离拉近而稳定增强的信号源呢？我们或许无法破译内容，就像一个从未见过手机的古代人，就算听到一段4G 信号的滋滋声，也只会觉得是噪音。但我们能分析出其中蕴含的巨大能量和复杂结构，从而断定那绝对不是自然产物。这里还有一个更令人不安的冷知识，宇宙中存在着一种名为快速射电暴的神秘现象，它能在1/1000秒内释放出太阳1天甚至1年才能发出的能量，至今无人能解释其成因。如果我们突然发现这些来自宇宙深处的快速射电暴不再是随机爆发，而是开始呈现出某种规律，比如像宇宙节拍器一样，以固定的时间间隔从同一个方向传来，甚至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素数序列，那将是最恐怖的信号。有人在利用我们尚无法理解的物理学，进行着我们无法想象的超远距离通讯，甚至是在卫舰队导航。此外，还有一种非常前沿，但也可能最致命的预警方式——时空涟漪的震颤。2015年，人类首次直接探测到了引力波，这是由黑洞合并等极端宇宙事件引发的时空涟漪。如果外星舰队使用了某种科幻级别的推进技术，比如曲速引擎或空间折叠，那么他们在扭曲时空进行超光速航行时，必然会在时空这张大床单上产生剧烈的非自然的震动，也就是引力波。全球的引力波探测器理论上可以探测到这种信号，但问题是引力波信号极其微弱，我们需要大量时间来分析数据，排除像黑洞合并这类自然现象的干扰。最可怕的场景是，当科学家团队经过数周的数据比对和争论，终于确认那个持续的引力波信号源并非自然天体，而是一个以超光速逼近的人造物体时，他们抬头看一眼时间，发现由于信号是以光速传播的，而对方是超光速航行，这意味着他们可能已经到了。引力波警报可能就是他们的音报，听到的时候飞机已经飞过头顶。这所有的一切都导向一个比外星人本身更现实的问题：政府会告诉你吗？答案几乎是肯定的，不会立即公布。这里有一个真实的历史依据可以参考。1960年，美国 NASA 委托著名的布鲁金斯学会提交了一份名为《和平与空间活动长远研究报告》。报告中专门探讨了发现地外智慧生命的社会影响，其结论非常明确：如果真的发现了外星人，不建议立刻向公众公布，因为这可能会导致全球性的文化冲击、宗教信仰崩塌、社会秩序瓦解，其破坏力可能比外星人本身更大。报告甚至悲观地预测，人类社会可能无法幸存。想象那个场景，各国元首在最高机密的视频会议中，看着军方和航天机构联合呈现的外星舰队模拟轨迹图，脸色铁青。他们面临着人类历史上最艰难的抉择，是公布真相，冒着全球社会在敌人到来前就自我毁灭的风险，还是隐瞒消息，秘密准备一场胜算渺茫的战争。所以，最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各国政府会在最高层级启动一个绝密计划，代号可能是盘古、方舟或是最终堡垒。全球最顶尖的科学家、军事家会被悄无声息地带到某个地下军事基地，比如美国的夏延山、俄罗斯的亚曼套山，甚至是南极冰盖下的某个秘密设施，为全人类的命运进行一场豪赌。但在信息爆炸的21世纪，一个关乎全人类命运的秘密又能保守多久呢？也许不需要政府公布，只需要某个参与项目的研究员因良心或恐惧，将一份加密数据匿名上传到某个科学论坛，然后只需几个小时，这条信息就会像病毒一样传遍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到了那一刻，恐慌的开关被按下，一切就都无法挽回了。好了，现在我们假设消息已经泄露，外星舰队的存在已是公开的秘密，而且他们的意图很不友好。在最初的混乱和恐慌之后，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将如何应对？在政治层面上，联合国安理会会立刻召开紧急会议，但以往那套大国博弈
互相否决的规则，在这种关乎人类存亡的议题面前，瞬间变得荒谬可笑。几个世纪以来的国家边界、民族矛盾、宗教冲突，在这一刻都显得像小孩子过家家。美国、中国、俄罗斯、英国、法国这5个常任理事国会意识到，他们手中的否决权第一次无法否决掉来自太空的威胁。这场会议的核心不再是地缘政治，而是一系列最根本的生存问题。首先要进行情报分析，敌人是谁，从哪里来，科技水平在哪个层级。接着要做出意图判断，他们是来掠夺资源、殖民，还是单纯的来清除我们，就像我们在三体中看到的黑暗森林法则一样。也许对于高等文明来说，清除任何潜在的会技术爆炸的低等文明是保证自身安全的默认选项，然后是艰难的战略抉择，我们是抵抗、投降，还是选择焦土战略。最后还要考虑如何在最坏的情况下保护人类文明的火种，是建立深层地下城，还是发射种子飞船逃往宇宙深处。最终，一个超越联合国、拥有绝对指挥权的地球紧急理事会和地球联合防御司令部可能会迅速成立，所有国家的军事指挥权都将被暂时移交。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统一。而在军事层面上，这更像是一场毫无胜算的表演赛。假设人类决定抵抗，全球的军事力量会如何部署？首先，主战场将在太空展开，这里将上演最绝望的战斗。各国会紧急发射所有可用的卫星武器和太空飞行器，比如美国的 X-37B 和中国的神龙这类空天飞机，他们可能会携带大功率激光武器或动能武器，进行第一波试探性攻击。但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人类目前的太空军事能力在真正的星际舰队面前几乎为零。我们最引以为傲的核弹在太空中效果也会大打折扣。这里有个冷知识，1962年，美国曾在400公里高空进行过一次名为星鱼1号的核试验，爆炸当量140万吨，它确实产生了强大的电磁脉冲，导致1400公里外的夏威夷部分地区电力中断，还意外制造了一条持续数年的人工辐射带，摧毁了当时在轨的至少1/3的卫星，包括人类第一颗通信卫星电星1号。但这是针对我们自己脆弱的电子设备的。对于一艘能承受星际航行的飞船外壳来说，这种电磁脉冲可能毫无作用，而核爆的热辐射和 X 射线会被它们先进的材料和能量护盾轻易吸收或偏转。更可怕的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武器概念——上帝之杖。这是一种天基动能武器，从太空轨道投下一根几米长的钨棒，它不依靠任何炸药，仅凭E等于1/2mv平方，这个纯粹的物理公式就能在落地时释放出堪比小型核弹的能量，且没有辐射污染。现在想象一下，外星人从更高的轨道投下一根几十米甚至上百米长的由超密度材料，比如中子星地壳材料制成的金属棒，那将不是武器，而是人造的，可以精准制导的陨石撞击，是灭绝级的天灾。其次是天空战场，各国空军会倾巢而出 F-22、歼20、苏57，这些人类最顶尖的战斗机将迎战，但这更像是一场悲壮的自杀式冲锋。核心问题在于记忆力，也就是加速度过载。人类飞行员最多只能承受9个 G 的过载，但外星飞船如果使用反重力或空间驱动技术，它们可以瞬间完成静止到几十马赫的加速，做出人类战机无法完成的机动。在他们的传感器看来，我们最灵活的战斗机可能就像电影里的慢动作一样，飞行轨迹清晰可辨，毫无威胁。也许我们唯一的希望是无人机，它们可以承受更高的击力，但面对外星人碾压级的电子战能力，我们的无人机群很可能在起飞的瞬间就被对方接管，反过来攻击我们自己。最后，在地面与海洋，情况同样不容乐观。陆军的坦克洪流和海军的航母战斗群是我们最强大的常规力量，但面对来自太空的敌人，他们会显得异常笨重和脆弱。一艘航空母舰在太空中看来只是一个缓慢移动的金属靶子，对方可能只需一次精准的动能打击，就能将其连同周围几公里的海域一起蒸发。陆军的重型坦克装甲是为抵御穿甲弹这类武器设计的，如果对方使用的是高能激光或粒子束武器，我们最后的复合装甲可能就像热刀切黄油一样被瞬间融化。所以这场所谓的全球反击战在初期更像是一场人类向宇宙展示勇气的表演，其真正的军事意义微乎其微。在科技层面，这将会是曼哈顿计划的终极升级版。在这种绝望时刻，科学家可能比将军更重要。
全世界最顶尖的专家会被立刻集中起来，成立一个规模和保密级别远超当年的超级科研项目，代号可能是普罗米修斯计划。他们的核心任务不是发明新武器，因为时间来不及，而是逆向工程和寻找弱点。他们会通过被动分析对方的武器能量谱、飞船泄漏的辐射以及任何可能的飞船残骸，来疯狂推导其技术原理。这里会用到人类最强的 AI， 比如专门用于蛋白质折叠预测的 AlphaFold， 可能会被 repurposed 来预测外星飞船的材料结构。同时，他们会主动试探，向对方发射各种探测波，观察其反应，试图找到弱点。比如，他们可能会发现对方的能量护盾对某种特定频率的中微子没有防御效果，从而开发出中微子束武器。此外，生物学家们会研究任何可能获得的外星生物样本，分析其生理结构。它们是碳基生命还是硅基生命？它们呼吸什么气体？它们的细胞结构是什么？有没有可能，地球上的某种普通病毒对他们来说是致命的？这所有的一切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上：时间。当年曼哈顿计划集合了爱因斯坦、奥本海默、费米等一众天才，动用了美国举国之力，也花了3年时间才造出原子弹。可这一次，外星人会给我们3年、3个月，甚至3周的时间吗？说完了宏大的战略对抗，现在我们必须把镜头拉回到最真实的部分。你，一个普通人，你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让我们用一个30天的倒计时来推演这场风暴。消息公布的第1天将是狼来了的最终章。假设在那个星期一的早上8点，全球同步发布紧急通告，一个非人类智慧起源的舰队将在30天后到达地球。你的第一反应很可能是荒谬和不信，这很正常，这是一种名为正常化偏见的心理效应，即人们在面对未知灾难时，倾向于认为一切都会和往常一样。但当你打开社交媒体，看到全世界所有人的惊慌失措，以及所有主流媒体最严肃的播报时，一种深入骨髓的含义才会瞬间抓住你。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你会经历典型的灾难心理变化，从否认、愤怒到最终接受现实，然后你会开始行动。你会拼命联系家人，却发现全球通讯网络已因超负荷而瘫痪。你会本能地冲向超市囤积物资，但那里早已人山人海，货架在几小时内就会被清空。你会想去银行取出现金，但 ATM 机前排着长队，很快也会被取空。全球股市会瞬间蒸发，黄金、比特币的价格会飙升到荒谬的高度，然后随着实体经济的停滞而变得一文不值。钱在这一刻正在迅速地失去意义。在接下来的1周里，你会亲眼见证现代文明是何等脆弱。我们高度专业化和互联的社会就像一个精密的机器，任何一个齿轮的停转都会引发链式反应，大部分公司会停工，经济停摆，只有维持生命线的行业还在勉强运转。法律的约束力会急剧下降，警察忙于应对暴乱，无暇处理普通犯罪，人性的阴暗面会开始暴露，一些人会趁机打砸抢烧，但你也会看到另一面，邻居之间开始互助，医护人员依然坚守岗位，退伍军人自发组织起来保护社区。这里有个社会学冷知识，叫做灾难共产主义，即在极端灾难面前，幸存者往往会自发形成小规模的、无私的互助社群。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人类的脆弱和伟大会同时展现得淋漓尽致。到了第2周，政府会意识到社会秩序崩溃的危险，从而采取最严厉的管控措施。军队会进驻所有城市，实施严格的宵禁和军事戒严。所有的食物、水、药品等物资都将被统一管理，实行战时配给制。你和家人会领到一张生存配给卡，每天领取定量的物资。所有符合条件的健康成年人都可能被强制征召，编入后备队，从事挖掘掩体、生产军需品等工作。个人自由将成为最奢侈的东西。互联网会被严格限制甚至切断，以防止谣言和恐慌。也许只有通过短波广播，你才能听到来自地球抵抗军总部的夹杂着噪音的每日通报。在第3和第4周，人们将陷入等待审判的漫长煎熬，这是最考验人性的时期。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几乎能把人的精神压垮。很多人会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失眠、焦虑、抑郁，甚至精神崩溃。但也有一些人会在这时找到一种超脱的平静，他们接受了最坏的命运，决定珍惜剩下的每一天。你会看到街头音乐家为稀疏的听众演奏着最后的乐章，年轻的情侣在废弃的公园里安静拥抱，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阳台上最后一次感受阳光，
人类的艺术和情感在末日面前会绽放出最凄美也最耀眼的光芒。终于，在第30天的黎明，全世界所有幸存的雷达和望远镜都捕捉到了那个闯入地球轨道的庞大阴影。那可能是一个遮蔽半边天空的巨大圆盘，让白昼瞬间变为黄昏，也可能是成千上万艘小型飞船像金属蝗虫一样在天空飞舞。全世界所有活着的人都会走出藏身之处，仰望天空，等待最终审判的降临。现在，让我们回到那个核心问题，在如此悬殊的实力差距下，人类真的没有任何获胜的机会吗？如果我们把视角从正面对抗转向更广阔的维度，或许能找到一丝微光。第一种战术是地球游击战，把家园变成泥潭。历史上有无数科技落后的一方最终战胜侵略者的例子，他们靠的是顽强的意志、熟悉的地形以及拖垮敌人的时间。我们可以把整个地球变成一个巨大的战争泥潭。当外星人占领主要城市后，他们需要派出地面部队来维持统治，而这就给了我们机会。人类的抵抗组织可以像幽灵一样活跃在他们不熟悉的复杂环境中。纽约迷宫般的地铁系统，重庆山城错综复杂的防空洞，亚马逊的原始雨林，阿富汗的山区洞穴，我们可以用最原始的武器，结合对地形的极致利用，发动打了就跑的袭击。我们的目的不是在正面战场上击败他们，而是要让他们意识到，维持对地球的占领将是一个成本高昂的无底洞，我们将成为这颗星球的免疫系统。其次，是一种更隐蔽，也可能更有效的策略——生物战。地球的生态系统经过了数十亿年的演化，充满了无数的病毒、细菌等微生物。我们人类在其中共同进化，拥有了相对成熟的免疫系统。但一个来自外星球的物种，对地球上这些最常见的微生物可能毫无免疫力。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科学冷知识：手性。地球上的生命，其氨基酸都是左旋的，而糖类都是右旋的。如果外星生命的化学基础是镜像的，即它们的蛋白质由右旋氨基酸构成，那么我们的整个生物圈对它们来说都将是剧毒的。它们无法消化我们的食物，甚至呼吸我们的空气都可能引发致命的过敏反应。它们就像是进入了一个由反物质构成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致命的武器可能不是核弹，而是一瓶普通的酸奶，里面充满了对它们而言完全陌生的致命的左旋乳酸菌。科幻小说《世界大战》中，杀死火星人的不是人类的武器，而是地球上最微不足道的细菌。这或许不只是一个科幻故事，而是一个隐藏着深刻科学逻辑的可能性。此外，还有心理战与信息战。外星人也是智慧生物，只要有智慧，就可能会有情感、恐惧和疑虑。如果我们能够与他们建立沟通，或许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我们可以向他们传递地球无用论，展示地球资源的贫乏和生态的脆弱，让他们觉得占领地球得不偿失。我们也可以向他们明确展示我们引爆所有核武器、触发核冬天的能力和决心，让他们明白得到的只会是一个毫无价值的冰冻星球。我们甚至可以尝试一种更大胆的心理战，向他们广播我们的艺术和科学，发送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斐波那契数列、DNA 双螺旋结构图、爱因斯坦的智能方程。这不是为了祈求，而是为了展示我们这个物种虽然科技落后，但已经触摸到了宇宙的真理和美。毁灭我们对宇宙来说可能是一种损失，这或许很天真，但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任何一丝可能动摇对方意志的尝试都值得去做。但我们最大的优势可能不是任何战术，而是我们的数量、分布和精神韧性。地球上有70多亿人，分布在每一个角落。即使外星人能摧毁我们所有的中心城市，杀死一半的人口，也还有35亿人散落在广袤的土地上。他们要面对的将不是一支可以被轻易摧毁的军队，而是整个星球的敌意。每一个活下来的人类都可能成为一个抵抗战士。这份刻在基因里的野草一般的韧性，才是我们面对任何末日时最大的希望。现在，让我们做一个最大胆的假设：人类赢了，或者说我们没有输，外星人因代价过高而撤退，或者与我们达成了某种停战协议。那么，劫后余生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首先，在物质重建方面，我们需要面对一个满目疮痍的家园。大部分城市已成瓦砾，现代文明的血管、电网、供水、通讯、交通都需要从零开始重建。这会是一个长达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程。全球人口可能会锐减，幸存者将面临严重的食物短缺、疾病传播和战争遗留的辐射污染。其次，在政治重组方面，
原有的国际体系可能会彻底瓦解，但更有可能的是，一种全球统一政府会从废墟中诞生，因为所有幸存者都切身体会到一个真理：分裂的人类在宇宙尺度上不堪一击，只有组成一个命运共同体，才能在危机四伏的宇宙中生存。联合国可能会被重组，变成一个真正拥有统一军队、经济体系和法律的世界政府。然后是科技的飞跃，这或许是潘多拉的魔盒。如果人类在战争中缴获了哪怕一艘完整的外星飞船残骸，都将引发一场史无前例的科技革命。如果我们破解了他们的反重力推进系统、能源技术或生物医疗技术，人类文明将在几十年内被直接推向更高等级，开始星际殖民。这将是把人类推向卡尔达肖夫指数1级文明的决定性一步，但这也会打开一个潘多拉的魔盒。科技的发展速度如果远超社会伦理的进步速度，就会带来巨大的混乱。谁有权使用这些技术？如何防止新技术带来的阶级固化？如何确保这些足以毁灭世界的技术不被滥用？这些将是战后世界最尖锐的矛盾。最后，在心理与文明层面，最难愈合的可能是全人类的心理创伤。整整几代人会在外星人入侵的阴影下长大，会对深邃的夜空产生本能的恐惧。宇宙是黑暗森林将不再是科幻概念，而是常识。人类的宇宙观会被彻底颠覆，这与一个天文学上的概念大过率不谋而合。该理论认为，在生命从起源到发展为星际文明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或多个极其困难的步骤，几乎所有文明都在这里灭绝了。这次入侵对人类来说就是一次现实版的大过滤事件，我们侥幸通过了，但这会让我们永远活在下一个过滤器随时可能降临的恐惧之中。人类文明将在废墟中重生，而这次重生会让我们变得更加成熟、智慧，也更加多疑和谨慎。回到最开始的问题，如果外星人真的入侵地球，我们该怎么办？说实话，没有人知道完美的答案，这取决于太多的变量：外星人的技术水平、真实意图，以及人类在最后一刻是否能真正的团结起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人类是一个韧性极强的物种。我们的祖先曾经只是非洲大草原上弱小的古猿，面对着比自己强大100倍的猛兽，每天都在死亡线上挣扎。但我们活了下来，并且学会了使用火和工具，最终站上了食物链的顶端。我们走出了非洲，遍布整个地球。我们发明了语言，创造了文明。我们建造了伟大的奇观，谱写了不朽的乐章，甚至挣脱了地球的引力，在月球上印下了自己的脚印。如果外星人真的来了，我们会害怕吗？当然会。我们会绝望吗？可能会。但我们会放弃吗？不，因为这就是人类。我们不一定是宇宙中最聪明或最强大的物种，但我们一定是最不愿意认输的物种。即使面对比我们强大1000倍、10000倍的敌人，即使胜算只有1/1000，我们也会战斗到最后一刻。不是因为我们天生勇敢，而是因为我们别无选择。地球是我们唯一的家。卡尔萨根曾让旅行者1号探测器回望地球，拍下了一张著名的照片，暗淡蓝点。在那张照片里，地球只是一个悬浮在阳光中的微不足道的蓝色尘埃。但他说，我们的一切都发生在这里。我们所有的欢乐和痛苦，成千上万的宗教、意识形态和经济学说，每一个猎人和密使者，每一个英雄和懦夫，每一个文明的创造者和毁灭者，都生活在这里悬浮在阳光中的尘埃上。我们身后是这颗蓝色星球上几十亿年的生命演化史，是我们所有的家人、朋友，是我们创造的一切文明与艺术。我们无处可逃，所以必须战斗。而且谁知道呢？也许就在这场看似不可能的战斗中，我们会爆发出自己都想象不到的潜能。也许我们会找到敌人的致命弱点，也许我们会创造出奇迹。毕竟回望我们自己的历史，不就是一部在绝望中不断创造奇迹的历史吗？所以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当你抬头看到天空中出现了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庞然大物，请不要只有绝望，去找你的家人，紧紧地拥抱他们，去帮助你的邻居，因为我们需要团结。然后用你自己的方式去做你能做的一切，为了保护这个星球，为了保护我们共同的名字人类。也许我们会输，也许我们会赢，但至少当宇宙的史书记录下这一笔时，它会写道，在银河系一个偏远的悬臂上，有一颗蓝色的星球，那里生活着一种叫做人类的生物。他们渺小而短暂，却敢于像星辰大海的征服者挥起自己的拳头。我想这就够了。无论未来会发生什么，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永远保持对未知的好奇心，
保持探索的勇气，保持对生命本身的热爱，因为这些才是让我们之所以为人的最宝贵的东西。好了，本期影片就到这里，创作新人欢迎大家批评指正。如果您喜欢我的内容，就订阅一下吧，这是对我的莫大鼓励。小哥睡前科普，我们下期见。